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前面我用了3期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新认定的太阳系的疆域，以及太阳和太阳系的8大行星。我在节目里曾经多次提到，在这8大行星和它们的卫星当中，有的可能会成为未来人类的外星殖民地。今天我就来向大家介绍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它也很可能就是最先成为人类殖民地的外星球。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月球上的基本情况，以及月球大概会以怎样的形式变成人类的殖民地。作为天空中最醒目的2个天体之一，月球和太阳一样，在过去经常被认为是某种力量的代表，但是月亮又不同于代表权力的太阳，它天然带有着浪漫主义的情怀。早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观察到月球在天空中周期性的迁移，以及不断的盈亏变化，这就让人们相信月球是生命周期有力的象征。从新月到满月，每一个相位都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含义。月食代表着不幸，预示着自然灾害或者古代王室成员的死亡，而满月则是团聚和圆满的象征。然而，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却有着许多独特的特性。大家请看屏幕。这样的视频是不是很令人感到震撼？视频中的画面是2020年在南美洲出现的一次天文现象，这种天文现象叫做日全食。北美时间4月8号，在墨西哥、美国本土和加拿大，深蓝色的细长条带区域内的朋友将会看到日全食，而身处深蓝色细长条带两侧浅蓝色区域内的朋友们将能看到日偏食。除了日全食、日偏食，实际上还有日环食，所有这些统称为日食。所谓日食，其实就是月球运动到地球和太阳中间，当三者正好处于一条直线上的时候出现的一种天文现象。这时候，月球会挡住太阳射向地球的光，月球的阴影落到了地球上，就形成了日食。要知道，其实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轨道并不是一个正圆，而是一个椭圆，因此月球与地球的距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的。大家请看屏幕，当月球运动到地球和太阳的连线上，并且离地球较远的时候，在屏幕上所示的 B 区域的观测者就会看到日环食。此时的月亮看起来要比太阳小一点，露出了太阳的边缘。当月球运动到地球和太阳的连线上，而且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在屏幕上所示的 A 区域的观测者就会看到日全食。此时月亮看起来就要比太阳稍微大一点，它的阴影完全遮住了太阳。除了日环食、日全食，在屏幕上所示的 C 区域的观测者是可以看到日偏食的。这个时候月球的阴影只遮挡了一部分的太阳。大家可能禁不住会问，为什么会形成日食呢？其实之所以会产生日食，主要是因为太阳、地球和月亮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罕见的天文巧合。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大约是月球到地球的平均距离的400倍，而太阳的直径恰好大约也是月亮直径的400倍。这样的巧合在太阳系里再无他例。根据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我们从地球上看，月球和太阳的圆面大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这个巧合让我们看到日食这样的天文现象，否则如果月球再小一点，或者离地球再远一点，我们就会看到像水星凌日、金星凌日那样的月球凌日的景象了。除了直径和距离，月球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首先，月球是一个巨大的卫星，太阳系内的很多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并且形成自己的行星系统，这本来并不奇怪。但月球作为地球的卫星，形成地月行星系统却与太阳系内的其他行星系统非常不一样。月球的半径大约是1740公里，而地球的半径大约是6380公里。
地球的半径是月球的 3.67 倍。单独看这组数字没有什么，但如果我把它和其他行星系统做比较，马上就能看出差距。同为类地行星的火星有2颗卫星，其中比较大的火卫1的半径只有 11.2 公里，火星的半径是3390公里，火星的半径是火卫1的305倍。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木卫3的半径是2630公里，而它的母星也就是木星的半径大约是7万公里，木星的半径是木卫3的 26.58 倍。土星最大的卫星是土卫6，土卫6的半径大概是2570公里，而它的母星土星的半径是58000公里，土星的半径是土卫6的 22.57 倍。这么看起来，相比于太阳系其他的行星系统，作为卫星的月亮在地月系统中实在是显得太大了。如果说土星和它的最大的卫星的关系就像一个成年人手里握着一个苹果一样轻松的话，地球带着月球就像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吃力的抱着一个大西瓜。看到这儿的朋友可能会问我，这么大的月球它是怎么形成的？关于月球的形成，现在天文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目前关于月球形成的说法主要有4种，最被广为接受的说法是撞击说。这个理论认为，早期地球受到了一个名为特亚的火星大小的天体的撞击，这场撞击在地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碎片环，碎片环击息就形成了月球。这次碰撞还导致了地球自转轴的倾斜，从而形成了4季。然而这个理论却并不完美，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首先月球的挥发性元素为什么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因为这种高速的撞击而耗尽呢？另一个问题则出在了月球和地球氧同位素的比较上，氧有氧16、氧17、氧18 3种同位素。在太阳系内，如果天体形成时的原始状态相同，天体中的氧同位素所占的比例就大致相同。反之，如果天体形成时的初始条件不同，天体中氧同位素所占的比例就是不同的。天文学家就是据此来判断天体是否同源的。根据对阿波罗任务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中氧同位素所占比例的分析，结果与地球岩石中氧同位素所占的比例基本相同。这个结果暗示着地月可能是同源的。如果月球是由于原始地球受到特亚的撞击而形成的，那么在月球的岩石样本中，必然主要包含的成分应该是特亚的成分。那样的话，氧同位素所占的比例就应该是和地球不同的。在没有能够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撞击说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同。第二种关于月球形成的说法就是同源说。这个理论认为，地球和月球是在太阳星云中同时形成的，但是这个理论也存在自己的问题。就比如，首先，如果地球和月球是同时形成的，那么它们的角动量就应该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然而实际的观测结果显示，月球的角动量远小于预期。第二点就是，通过观测，我们已经知道地球和月球的内部结构都包括核心、地幔、地壳这3个层次。如果地球和月球是同时形成的，那么它们的内部结构所占的比例也应该基本相似。然而实际的观测结果显示，月球的核心相对于其整体而言远小于地球的核心。第3种关于月球形成的说法就是分裂说。这个理论认为，月球是从地球中分裂出来的。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太平洋就是月球分裂出去以后留在地下的疤痕。然而这个理论并不符合已经获得的月球年龄成分的数据，而且这种说法也没法解释地月系统角动量的问题。第4种关于月球形成的说法是俘获说。这个理论认为，月球是地球捕获的天体。由于轨道变化，月球在1到10个地球半径范围之内飞掠地球附近，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最终成了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然而这个理论也只能解释部分的观测事实，无法解释前面提到的氧同位素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地球而言，月球实在是太大了，
捕获月球必然会导致地球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到目前却在地球上没有发现这一变化的证据。作为一颗特别巨大的卫星，月球对地球的影响也是特别巨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减慢了地球的自转速度。地球从诞生之日起就在自转，地球自转一周就是一昼夜。诞生之初的地球的自转速度远比现在快，那时候地球自转一圈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由于月球的存在，月球对地球的引力就会形成一个和地球自转方向相反的力矩，持续的减慢着地球的自转速度。到现在，地球自转一周所需的时间已经减慢到了23小时56分4秒，而且地球的自转速度还在持续的减慢之中。如果时间够长，地球最终的自转周期会和月球绕地球的公转周期一样，到那个时候，地球上的一天就有大约1个月那么长。这种现象就被称为潮汐锁定。其实，作为质量较小的那个天体，月球早就被潮汐锁定了。月球诞生之初的自转速度也是很快的，但由于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它的自转速度越来越慢。现在，月球的自转周期已经和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只能看到月球朝向地球一面的原因。月球对地球的第二个影响就是潮汐。住在海边的朋友一定见过涨潮和落潮吧？涨潮和落潮主要就是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造成的。月球对地球的引力在地球的近月面最强，远月面最弱。这种引力差在地球的水体上就产生了拉升效应，形成了2个主要的潮汐隆起区，一个在地球的近月面，另一个在远月面。由于地球的自转，地球上的各个地方会依次经过这2个潮汐隆起区。当一个地方经过潮汐隆起区的时候，就会出现涨潮，而当这个地方离开潮汐隆起区的时候，就会出现落潮。涨潮的时候海水汹涌，落潮的时候原来被海洋覆盖的一部分地区就会露出海面，这部分地区就叫做潮间带。根据古生物学家的考证，早期地球的生命诞生在海洋里，有的生命随着海潮就来到了潮间带，这些生活在潮间带的生物就会体会到退潮后的陆地生活，并且得到锻炼。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生活在潮间带的生物就慢慢适应了陆地的生活，陆生生物也就这样就诞生了。月球对地球的第3个重要影响就是保持地球自转轴的稳定性。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轴其实并不平行，而是呈 23.5 度的夹角。这个角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信大家一定也玩过陀螺吧？玩过陀螺的朋友都知道，陀螺在转动的时候，自转轴是在轻微的摆动的。地球其实也一样，地球的自转轴也存在着轻微的摆动，这种摆动被称为岁差。造成这种摆动的原因是陀螺的定轴性和外界的扰动。陀螺的定轴性就是陀螺在转动的时候，其旋转轴保持方向不变的一种特性，这是由角动量守恒造成的。外界的扰动则来自于地球周围的天体对地球的引力所产生的力矩。如果没有月球，现在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地球的自转轴就有可能因为失去了月球的引力影响而使这种摆动加大，到那个时候就可能导致地球气候变得更加极端。所以月球是保证地球自转轴稳定的重要条件，保证了地球自转轴的稳定，也就保证了地球四季的稳定。进入21世纪，人类明显加强了对月球的探测工作，数量众多的探测器被发射升空，奔向月球。仅在2024年刚开始的3个月，有损号、SLAM、IM-1 和鹊桥2号就相继开始了自己的探月工作。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日本甚至印度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月球探测计划。美国和中国更是计划在2030年以前送人类登上月球。那么月球为什么能够成为新一轮的航天热点呢？这话得从源头开始说。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上世纪60、70年代，那个时候曾经掀起过一轮探月高潮。在那个时代，美国和前苏联都发射了大量的月球探测器，
美国甚至还进行了多次的载人登月任务。但是时间进入到上世纪的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的第一轮探月热情逐渐冷却。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次探月高潮主要是受冷战的影响。就像当年肯尼迪总统在国会演讲时所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选择载人登月，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难。想对月球进行持续性的探测，实在是太难了。冷战的时候，美苏都希望通过各种月球任务来展现自己的实力，从而威慑对手。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没有了竞争对手，不需要借助登月来展示实力。同时，尽管经历了多次的探月和登月，但在月球上并没有发现当时条件下有利用价值的资源，甚至连生存所需的水都没有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月球就变得既无政治价值，也没有经济价值了。探月的热情自然也就冷却下来了。但是时间到了2008年，在这一年，印度的月船1号月球探测器在月球的南极附近发现了水冰存在的迹象。2020年，美国的索菲亚平流层红外天文台对月球南极地区的观测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观测的结果表明，月球南极附近的地区含水量最高可能达到340克每立方米。水的发现使得在月球建立永久的人类驻留点成为可能，这是因为这将大大降低人类驻留点建立所需的成本，否则靠从地球向月球的人类驻留点送水成本就太高了。水不仅可以用来饮用和开展种植业，甚至还可以经过电解产生氢和氧而成为航天器的燃料。这样飞往月球的航天器就不用从地球携带返程燃料了，返程燃料完全可以在月球当地生产。另外，早在上世纪70年代，人们就从阿波罗载人登月带回的月球土壤样本中发现，月球上的氦三的储量非常丰富。氦三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核聚变材料。具体来说，两个氦三原子发生核聚变反应之后，会产生两个质子和一个氦四原子，同时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个反应不会产生中子，因此不会有中子轰击和活化的问题。这个反应也不会有放射性的产物，因此是非常理想的清洁能源。氦三核聚变放出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如果用氦三进行核聚变发电，按照现在全世界的用电量，只需要100吨氦三就能满足全世界1年发电的要求。但是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可控核聚变，因此这个发现在当时并不能带来什么现实的商业利益。但现在的情况就大大不同。2022年年底，美国的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首次实现了可控核聚变的能量净收益，这就意味着核聚变产生的能量第一次超过了维持核聚变所消耗的能量，也就是说，可控核聚变即将开始具有商业价值。然而，作为最优秀的核聚变材料，氦三在地球上的储量却非常稀少，月球上的氦三的储量却非常丰富。至于月球上氦三储量丰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氦三主要来源于太阳风。在太阳风中，氦三以等离子体的形式存在。月球由于没有磁场和大气，太阳风里的等离子体氦三可以直接的进入到月球的土壤中。再加上月球经常被各种陨石袭击，这些陨石在撞击月球的时候会释放出大量的热，巨大的热量使月球土壤中的硅酸盐变成了细小的玻璃颗粒。原来存在于月球土壤中的氦三就这样被固化到了这些玻璃颗粒中，从而不易流失。在积累了46亿年以后，在月球10到50米深的月球土壤中，氦三的储量大约能到129万吨。我前面说过，按照全球的用电量，每年只需要100吨氦三就能全面满足发电的要求。根据科学家的估计，即使考虑到技术进步而导致的能源消耗增大等因素，月球的氦三储量也足够人类使用到2600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发月球、开采月球上的氦三很快就会变得有利可图。除了开采氦三之外，月球也是理想的航天器制造场和发射场。月球的物质组成和地球相似，在月球上制造航天器是可以就地取材的，
但是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在月球上发射航天器达到环月速度只需要达到每秒 1.68 公里，远远低于地球上的每秒 7.9 公里。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上制造大型航天器并且发射升空，未来展开深空探测的时候，宇航员可以从地球出发再前往航天器，无疑这将大大的节省发射所需要的燃料，而且这样的航天器就可以做得更大，并且携带更多的燃料和设备，可以向太阳系的更深处展开探测。如果说马斯克的星舰让人们看到了殖民火星的希望的话，月球人类驻留点和月球基地的建设将进一步坚定人们殖民火星、开发内太阳系的信心。人类真正的航天时代可能就是从月球开始的。现在新的月球竞赛已经在各国之间展开，那么谁又能成为这场竞赛的赢家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月球的节目本来应该在后天播出，但是我突然注意到北美的日全食即将来临，所以把这期节目提前了。下期节目里，我将向大家介绍火星，这个一直在人们梦想之中的外星殖民地，欢迎您到时收看。最后，我还要提醒您，请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